你敢信吗？有人花6000美元，快4万人民币，请人上门装一只小龙虾，结果才3天就急着卸载，还差点被盗刷空信用卡。大家好，这里是魂创基地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最近全网刷屏的 AI 小龙虾 OpenClaw 到底是能解放双手的超级助手，还是割普通人韭菜的大坑？今天这条视频，我把它的爆火真相、养虾人踩过的坑、背后大厂的算计，全给你扒得明明白白。看完你再决定要不要跟风养虾。首先搞懂什么是 AI 小龙虾。先给没听过的朋友一句话讲透，它不是吃的麻辣小龙虾，是一个叫 OpenClaw 的开源、本地优先的 AI 智能体执行引擎。它的图标是指红色小龙虾，所以被很多人称为小龙虾。它跟我们平时用的像 ChatGPT、文心一言等不一样，别的 AI 只能跟你打字聊天，而它能直接接管你的电脑，帮你回微信、发邮件、拉表格、做 PPT， 甚至写代码、爬数据，相当于给你电脑雇了个全自动打工人，你发指令，它动手干活。这个项目最早是去年11月，一个奥地利程序员 Peter Steinberger 在 GitHub 开源的，原名叫 CloudBot， 后来有人称 CloudBot 涉嫌商标侵权，最终定名 OpenClaw 开源加龙虾。一开始只在极客圈火，因为可以让 AI 自己操作电脑，结果今年3月，它突然从科技圈炸进了普通人的视野，成了全民顶流。全民疯抢的小龙虾是怎么火遍全网的？咱们先捋捋这波养虾狂欢的来龙去脉，你就知道为啥大家都疯了。海外先炸锅，海外先搞出了袋装平台 SetupClaw， 上门安装要6000美元，远程配置5000美元。创始人说一周赚了2万美元，靠袋装能年入100万，就这还有人抢着付钱，因为原版 OpenClaw 安装太复杂，普通人根本搞不定。3月6号，腾讯直接在深圳总部门口摆起长桌，免费给人装小龙虾，上千人排队，甚至有人凌晨就去占位置。第二天，深圳龙岗区直接出了龙虾10条政策，要支持 OpenClaw 发展。紧接着无锡、合肥、杭州这些城市跟着出政策，摆明了要抢 AI 风口。阿里、字节、百度火速跟进，推出各自的本土版小龙虾，腾讯的 QClaw、字节的 ArcClaw， 还有纯自研的 WorkBuddy， 线上线下开养虾局，一夜之间，养虾成了中文互联网最时髦的词，没装过小龙虾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懂 AI。但你猜怎么着？热度顶到天的第3天，第一批养虾人已经开始喊着要卸载了，吐槽声直接盖过了吹捧声。为什么一边是全民狂热，一边是集体后悔？这个叫 OpenClaw 的 AI 到底是生产力神器，还是2026年第一个科技泡沫？为啥刚装就想删？我总结了养虾人最崩溃的3个槽点，每一个都能劝退普通人。安装难到哭，用起来更费劲，想装原版 OpenClaw 先过3道鬼门关。你得懂代码，会配置 Python 环境，装依赖包，一步错全白费。要给电脑开越狱级别的底层权限，不然 AI 没法操控系统。讲点海外大模型，还得翻墙，没科学上网基础直接卡死。很多人熬了3-4个晚上，装了5-6次，最后还是花800块找代装才搞定，就算装好了也难用。小龙虾的逻辑是把任务拆成小步骤，转成代码，操控电脑，适合重复简单的活，复杂任务直接瞎脑过载。有人让他爬取附近外卖，按价格评价整理成文档，结果爬数据阶段就崩了，最后自己花10分钟搞定，比训练虾还快。网友吐槽烧了上千块，熬了几个夜，发现不如自己动手，训练虾的时间够招俩实习生了。养虾比请实习生还贵，后台挂着都烧钱，这是最扎心的一点。小龙虾运行要烧 token， 说白了就是 AI 的流量，输入输出的每一个字都算钱，跟你手机扣流量费一个道理。但小龙虾的 token 消耗是吞金兽级别，它要拆解任务，调用工具，还要带着完整的历史对话才能记忆，每一轮操作都在放大成本。给你算笔账，国内 token 价格大概0.3美元100万，
重度用户一天能烧3000万到1亿 token， 就算用性价比最高的国产大模型，一天也要花42到140美元，300到1000人民币，一个月就是9000到3万。对比 ChatGPT 月费才20美元，简直是抢钱。更离谱的是，就算你不用它，后台挂着也会持续烧 token， 不知不觉账户就空了。小龙虾能干活的核心是拿到了电脑的底层操作权限，但这也意味着它能胡作非为。有人把浏览器开放到公网，几天后信用卡被盗刷，额度直接空了。有人电脑里的重要工作文件被小龙虾误删得干干净净，还有人把虾拉进工作群，结果同事一下小龙虾就能随便发送修改他电脑里的文件，连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都发了风险提示， OpenCloud 存在提示词注入、误操作、插件投毒、安全漏洞等严重问题，稍不注意就会信息泄露、财产受损。现在不光用户想卸载，谷歌、Meta、小红书这些平台也开始封杀小龙虾。谷歌、Meta 批量封禁接入 OpenCloud 的账号，怕它自动发帖、爬数据，像高级僵尸号污染内容生态。小红书直接宣布禁止 AI 托管账号发布内容，因为小龙虾会高强度调用平台 AI， 制造巨大算力成本，还抢平台广告分成。说白了，小龙虾看着是解放双手，实则是到处惹麻烦的闯祸精，用户平台都怕了。大厂抢入口，普通人在跟风，那为啥明明这么坑，全网还在疯抢？本质是2个字：焦虑。对普通人来说，怕错过 AI 风口，觉得不养虾就会被淘汰，看到别人靠 AI 赚钱，自己也想跟风，却没意识到能用好小龙虾的都是有开发背景、有成熟工作流的人，大部分人根本没刚需。对大厂来说，这是一场 AI 流量入口战，跟20年前运营商抢电话卡一模一样。你在他家云服务器部署小龙虾，就得一直买他家的云服务，付 token 费、流量费。等 C 端用户多了，企业客户会跟进，要私有化部署、定制服务，利润更高。长远看还能靠技能商店抽成，像苹果税一样赚 AI 时代的生态税。所以这波全民养虾，本质是大厂在抢流量、抢未来，普通人在跟着虾狂欢，最后买单的还是自己。最后给所有想养虾的朋友5条真心建议，帮你少踩坑。1. 先看需求，再动手。如果你只是想收消息、写日报，免费的 AI 工具就能搞定，没必要折腾小龙虾。2. 从低风险场景试手，先让他做公开信息整理、会议纪要，别一开始就碰银行账户、核心工作文件。3. 管好权限，别给全权限，不乱装陌生插件，不给电脑底层权限，用完就关后台，别让它一直跑。4. 设预算上限，给 token 账户设消费限额，别让它无限烧钱。5. 别花大价钱代装，现在本土版小龙虾一键部署只要几十块，没必要花几千块找人上门装。其实有权威机构早就做过研究， AI 工具并没有减少工作量，反而让大家节奏更快，工时更长。因为 AI 让做更多变得容易，我们主动承担了更多工作，却忘了为什么出发。小龙虾或许是 AI 时代的一个重要节点，但它不是救命稻草。好了，这期视频就先到这里啦。如果喜欢的话，别忘了点赞、订阅、留言，你们的支持是我更新的动力。我们下期见。